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过年同学聚会，校花请来了他的校长爸爸，还顺便请京圈太子爷吃饭。他摆足了场面，又走到我面前。这么多年过去，你混得不怎么样吗？刚说完，京圈太子爷就走了进来。我一看笑出声，这年头司机都能冒充太子爷了呀。司机看到我，立刻点头哈腰。夫人，您怎么在这里？校花的脸都黑了。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毕业10年后，我被邀请参加同学聚会，联系我的还是当初的校花。她威胁我，如果我不来，就将我的秘密公之于众。我笑了，你还能知道我的秘密？于是我回复了他3个字，准时到。这一次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整什么幺蛾子。高中那年，我因为家里出事，失去了我最爱的家人，也跟所有同学断了联系。结果还没过多久，同学群就传出我已经成了坐台小姐，在酒吧会所援交的谣言。当年因为这个流言，我没少受气。恐怕今天这场聚会，他们根本不是想要叙旧情，而是来看我的笑话吧。聚会那天，我特地看了一下地址，就在家的附近，所以就提前15分钟出了门，步行来到了我是最豪华的5星级大酒店。谁知刚到大门口，后方就传来了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哟，这不是我们的班长吗？怎么刚刚过了几年，你眼睛都瞎了，连我也认不出来？你……段雪没有想到我竟然会反驳他，一瞬间便改了脸色。班长，你没有车可以告诉我的呀，我就开保时捷去接你了。说完，他还故意惊讶：哎呀，都是我脑子不好，忘记班长你已经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了，哪里还坐得起名牌车呀？他嘲讽的语气加上高扬的声调，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恐怕这就是他的目的，想让我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最重要的是要跟他来做个对比，衬托他的高贵。可惜他想错了。段雪，没想到你这人还挺老实。他不解，老实？我故作其事。对呀，你是脑残这件事情自己都敢承认，的确是一个老实人。顺带我翻了一个白眼，不再想看到他那张充满狰狞的脸，直接推门进入了包厢。我的出现一下子让原本热闹的包厢瞬间安静了下来，这也给了我足够的时间看到来的人几乎都是当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那一张张故意羞辱、轻蔑、张嘴就是诬陷的面容，我一直都记在心里。还是我的同桌最快反应过来，拉着我坐在了他的身边。班长，你这么多年都不联系我们，我们可是很惦记你的。我不动声色地撇开他的手，仔仔细细地盯着他的眼睛。怎么，是想看看你嘴里正在卖身的我是不是还活着？这句话一出口，大家的脸色都变了，特别是眼前的同桌，他更是露出一个十分委屈的表情。徐莹，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旁边的人见状，立即上来帮腔。对呀，人家许月可是唯一一个愿意邀请你的人，你竟然还诬陷人家，甚至到现在依旧有人在肯定当时的谣言。对呀，你做了什么事情，自己还不敢承认了？对呀，许月，你做过的事情自己敢承认吗？许月看着我，有些心虚。我什么都没有做过，你让我承认什么？我摇了摇头。这下是你不珍惜机会的。顺势，我将早就放在包里的一个文件拿了出来，放在了桌面。这是当初放出我谣言的帖子，还有这个匿名发帖人的信息及地址。有人不明真相，既然你都查到了，为什么不？话还没有说完，就被人打断了。对方暗示他低头看看文件上的内容，
结果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了许悦的身上。一个名字叫做杜航的男生立即站了起来：“原来一切都是你干的！”许悦的脸色更是苍白，摇摇欲坠。可再也没有人愿意同情他，因为这个文件不仅查出了有关我的谣言，还有更多同学的事情都是他来做的。至于目的是什么呢？我拿起桌子上的茶壶，看了看茶的成色，暗自感叹还是差了一点，但也能喝。于是给自己倒了一杯，看着橙黄的茶汤，再看看哆嗦着唇瓣说不出一句话的许悦。许悦，你放出这么多谣言，段雪给你多少钱啊？其实当初查到许悦身上的时候，我也是跟其他人一样，脸上全是不敢置信。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许悦一直是一个老好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自己的主意，总是受到其他人的欺负。他能跟我做同桌，也是我觉得作为班长应该照顾他，甚至为了保护他，我还特意向班主任申请，给了他一个副班长的职位。但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换来了他的恩将仇报。段雪现在并不在，所以许悦没有援手。看着众人的质疑，他最终深吸一口气，带着充血的眼眶，一把站了起来。我说的都是事实。他指着杜航，难道你没有故意掏钱让人替考吗？又看向刚才为自己说话的另一个男生，你长得这么丑，还想追人家美女学霸，难道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有你，徐莹，凭什么你是班长，我只能是副班长？而且你就是去会所了，这难道是假的吗？我冷笑，难道走进会所就是去当小姐的？你现在每周都背着男友去一次酒店，难道也是去卖了？许悦一听，脸色更加难看。你在诬陷我？我挑眉，有没有诬陷你？你心里清楚。原本是来看我笑话的聚会，彻底变成了大家狗咬狗的局面。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我倒是看得开心。但这饭桌上的菜着实不好吃，要不是因为大戏还没有出场，我根本不会坚持待下去。不过这样的一群人也真的唤起了我的回忆。没上高三之前，我的家庭的确很幸福，爸妈有一个公司，虽然不是首富，但赚到钱足够给予我富裕的生活。这件事没什么好隐瞒，几乎全校的人都清楚，也知道我的上下学都有名车接送，穿的衣服也是非富即贵。这也不乏很多人想要巴结我。我虽然是个学生，但多少跟爸爸学了点人情世故，只要对方不过分，我一般都不会拒绝。但没有想到的是，就算是我做成这个样子，也依旧逃脱不了一些人的恶意。突然的一天，爸妈说要离婚，还告诉我们他要去做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让我们不要为他担心，更要相信他一直都是爱着我们的。妈妈跟我自然不舍得，但从爸爸的眼里也看出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只能忍心答应。哪曾想，刚离婚的第二天，那个自称爸爸的新欢就将我和妈妈赶出了居住了10几年的别墅，我和妈妈只能回到外婆家里。而更糟糕的是，还没过几天，就传来了爸爸去世的消息。寄人篱下的生活里，舅舅舅妈对我们母女2个整日都在挖苦，甚至曾经多次动过想要将我们赶出去的念头。幸好有外公拦着，才算是让我能顺利从高中毕业，考上了大学。而我之所以去会所，就是为了想要调查爸爸究竟发生了什么。可是这竟然被许悦诬陷成了去当小姐。这件事情我自然不会就此放过他。巧的是，另一个主谋正好也进来了。段雪还不知道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进来之后就带着笑，大家怎么都不说话呀？难不成大家感情都淡了？可是回复他的只有空气。
这让一向骄傲的段雪感觉到被落了面子，自然将矛头放在了我的身上。班长，我听说你在会所当了坐台小姐，肯定对勾引男人特别有经验吧？赶紧给大家分享一下呗。是，我还没有说话，在一旁的杜航已经忍不住了。段雪，你不如让许月分享一下她是如何背着男友出轨的吧。这时我才突然想起，许月的男友就是杜航的一个哥们，也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只不过并不是一个班的，所以这次聚会他才没有过来。杜航，你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段雪不解地看向他，可杜航根本不搭理，直至他将目光落在了一旁的许月，看着他已经坐立难安的神色，似乎才意识到了什么。许月，我就说了，你当初不该那样做的，他们可都是咱们的同学呀。许月原本以为段雪来了会维护自己，但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将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了自己身上，原本就崩溃的情绪瞬间爆发。段雪，你个贱人，难道这些事情不都是你指使我做的吗？一听到这个消息，全场哗然，目光都落到了段雪身上。杜航更甚，段雪，他说的是真的吗？段雪摇头，连连后退。不是的，是许月故意诬陷我，你们怎么能相信他说的话？就在大家半信半疑的时候，包厢的门再次被推开，推门而入的人是一个身着西装的中年男士。他走到了段雪身边，宝贝女儿，你这是受委屈了吗？爸爸，没什么，可能大家对我有什么误会。众人这才发现，段雪的爸爸竟然是我们市重点高中的校长。这意味着什么？只要攀上段雪，那么回来孩子上学的时候就轻松多了。于是，尽管大家对段雪都有些怀疑，可在这一刻都瞬间消失不见，直接将矛头指向了许月。许月也不是傻子，能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情况？无奈之下，他只能放出狠话：你们敢这样对我，是会遭到报应的。说完就被人请出了包厢。而此刻包厢里的气氛居然奇怪地逐渐升温，大家都围绕在段雪身边，谄媚讨好的脸色真的像是一场笑话。可这时候，这位段校长注意到了沉默的我。这位就是徐莹同学吧？我点了点头，并没有想要搭理的意思。段校长瞬间脸色有些难看，但他继续跟我对视，还故意在我身上打量了许久。突然金光一闪，他看向了段雪：小雪，你这位女同学有没有对象啊？段雪还能不懂什么意思吗？立即回复：没有。班长因为家里穷，现在可是单身呢。我没有回应，像是默认了这个回答后，段校长高兴了。那正好，今天刘总也在这里，他正想要找个好妻子，正好让他们两个见见面。我愣住了，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段雪竟然笑了起来，那真的是太谢谢爸爸了，你赶紧让刘总过来吧。说着，他就看向了我。班长，刘总虽然50多岁了，但好在家里有钱，孩子也有2个，你只要嫁过去，就是享福的命。这么好的婚事，那你为什么不嫁过去？段雪笑了，我已经有婚约了。说完，还带着一些羞涩，让在场的人都开始好奇他的未婚夫究竟是谁。而就在这时候，一个人走进了包厢，段校长赶忙带着笑：刘总，你过来了。我朝着那人看过去，好家伙，一个土肥圆，满口大黄牙，脸上全是褶子，还是个秃头。怪不得段雪一听高兴极了。段校长寒暄的差不多了之后，就带着刘总过来落座，顺带开始介绍我。刘总，你看，这就是我给你说的段雪的同学徐莹，您觉得让她来当你的老婆怎么样？我笑着看着对方，乖巧的不得了，可刘总却哆嗦了起来，不敢说话。
甚至看向段校长的时候，脸色都变了。老段，你可真是对我太好了。段校长自然不明白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含义，只以为是对方很满意，故此赶紧招呼自己的女儿小雪：“你不是跟京圈太子爷订婚了？让他也赶紧过来，大家好熟悉熟悉。”一听这话，刘总彻底懵了，低着头不敢说话。而此刻，众人的目光再次落在了段雪身上，她可是高兴坏了。她笑得恣意，衣着光鲜亮丽，接受着所有人羡慕的目光。抱歉，因为我要跟京圈太子爷霍明订婚了，手头事情有点多，就忘记给大家说了。我看不是忘记说了，是故意想要在今天公布的吧？霍明，那是什么人？京圈太子爷的名声响当当，就算是一个普通人，也能知道他的名气。在场的几个同学瞬间都兴奋了起来。霍明，听说家里超级有钱，前一段时间好像跟一个自主创业的女企业家传过绯闻，还是咱们段营魅力大，把太子爷都拿捏了。段营听着这话，很是得意。我家霍明马上就过来了。所有人一听这么说，一副踏上了上流社会的模样，连带着看我都有一种鄙夷。班长，你看看，风水轮流转，段雪给你介绍刘总，这也是看得起你，你还是赶快答应了吧。对呀，班长，可能你这辈子就只能见一次京圈太子爷呢。我皱着眉头，觉得有些离谱。本想要掏出手机查看消息，哪曾想有人再次推门而入，还没有看到究竟是谁，就发现段雪已经冲了过去，十分高兴地搂住那人胳膊：“亲爱的，你来了。”小雪，你叫我过来是干什么呢？见到人的正脸那一刻，我笑了。这年头，司机都能冒充京圈太子爷了。段雪脸色大变，可那人直接来到我的面前，弯头哈腰：“夫人，您怎么在这里？”我看着他，这不是你女朋友安排我相亲？他愣住，谁？我指了指对面的刘总，他离婚带3娃，惊不惊喜？段雪本想要打断司机的话，可哪曾想，这人根本不带搭理，直接甩开手，拿出自己的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老板，夫人出事了。”只听见对方的声音有些急促：“他怎么了？他在跟一个土肥圆相亲，还是离过婚的？什么？地址在哪？”司机挂断电话，发送了一个地址后，看向了段雪：“我什么时候说过自己是京圈太子爷了？”看着段雪脸色跟便秘似的，我都觉得好笑。高2的时候，他跟我一个班，看我家境富裕，还能次考试第1名，就故意诬陷我作弊。哪曾想，什么证据都没有找到，他就告诉大家，学校是收了我们家的钱。而后来，他喜欢的男生跟我表白，他就告诉大家是我故意勾引他的男朋友。结果人家男生当着所有人的面跟他撇清关系，让他丢脸到1个星期都没敢来上学。因为找不到我的错处，他自然就学乖了，只能暗地里给我使绊子，但明面上还是装作一个好学生的样子，仿佛之前的事情自己都没有做过一般。直至我家出事后，他看到了一次我在街边捡破烂的场面，将其拍下，直接发到了班级群里，故作好意的想要让大家给我捐钱，却又背地里指使许悦在贴吧发匿名帖，诬陷我是坐台小姐，导致所有人都开始厌弃我，指责我不配当他们的班长，更甚至说我是贱货，装清高，背地里私生活乱得很。那时候爸爸去世了，我十分难过，在看到这些消息，简直崩溃极了。直至一个人发给我一个匿名信件，才说清楚了，爸爸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才不得已做出的牺牲，他是令我骄傲的。而贴吧里说我爸爸卖女求荣，
是一个奸商的许悦和段雪，难道不应该付出代价吗？这也正是为何我来到这场同学聚会的主要原因。我要看着那些曾经羞辱我和爸爸的人付出代价。段雪不知道如何应对这个问题，但司机却十分清楚。我早就告诉过你，不要拿我们老板的名义胡作非为。你可倒好，还故意招惹夫人。我们分手吧。这一句话说出来，大家还能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意思吗？原来这一切都是段雪自导自演的。什么京圈太子爷男朋友，不过是人家的一个司机，不是你说的。你在霍氏企业工作，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吗？司机在我的注视下更加尴尬。我就是随便吹牛，你也信？段雪此刻才明白自己丢人丢大了，看着周围都是看戏的同学，更是格外难受，但仍旧故作委屈。是你骗了我，我是受害者。段校长也赶紧站出来，对，小雪，不用担心，你长得这么好看，就算是真的京圈太子爷出来了，他也一定会喜欢上你的。抱歉，我不喜欢丑东西。不知何时，门口站着一个男人，他身材高大，穿着一身西装，看着普通，但眼神里是只有上位者才有的冷漠。段校长十分生气，你是哪里的货色，竟然敢这么说我女儿，给我滚出去！男人笑了，我这个货色叫做霍明。段校长一哆嗦，看向了身边的刘总，此刻他才反应过来，明白为何这刘总进来之后就坐在座位上开始沉默寡言。按照平时看到美女不就早就扑上去了吗？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只能干巴巴地解释，对不起，霍总，我刚刚说的都是屁话，您不要放在心上。霍明笑容更甚，但没有带任何温度。你故意给我老婆介绍这种男人，还让我不要放在心上。说完，霍明就走到了我的身边，捞着旁边空着的椅子，一屁股坐了下来。他右手伸过来，揽住我的腰，在我耳边咬牙切齿：你什么时候背着我相亲，还喜欢上这种垃圾了？我看着他，眼神充满无辜。我今天是来参加同学聚会的，这人可是你的好未婚妻介绍的。我故意加重了未婚妻3个字，让霍明意识到我真的生气了。他立刻换了语气：哎呀，老婆，我都不认识他，怎么可能喜欢这种丑八怪？他可连你美貌的1/10都没有。看着他对我百依百顺的样子，段雪真的是气急败坏。徐莹，你就是故意的吧？故意看我出丑，你有什么好处？我笑了，将一旁缠着我的霍明嫌弃地推开，然后站起身，来到段雪的身边。这就要问问你，段小姐，还有段校长，当初是如何发家的？是的，段雪之所以妒忌和诬陷我，另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她高中的时候家里很普通，那时候的段校长还不是校长，而是一个普通的公务人员。但是段雪有一个好的外公，他有权有势，原本在老丈人的支持下，段校长说不定有一天也可以得到今天的地位，但他并不满足，为了得到更多，他出卖了一些有关国家的利益，还让段雪成为他的帮凶。而这些重要的利益则是导致我爸爸死亡的重要原因。原本段校长他会为此付出代价的，但是他有一个好岳父救了他，但我的爸爸却无人救助，只能无辜牺牲。碍于保密协议，我不能说出真正的秘密，只能看向段雪。你说我如果不来，就要爆出我的秘密，你敢吗？段雪面对我的挑衅，不屑地笑了。有什么不敢？你爸爸不就是……啪！一个巴掌落在了他的脸上，不是我，而是所谓的段校长。他脸色铁青，今天丢人还丢不够吗？你还想胡说什么？此刻
他才终于意识到自己刚刚到底犯了什么错，立即不再说话，躲在了段校长的身后。可是，一双恶毒的眼神依旧死死盯住我，仿佛下一刻就要将我撕碎吃了。徐莹，有些时候要懂得适可而止。他威胁我，我并不在乎，但霍明并不允许。段校长，你跟刘总干的好事我可是知道了，我劝你最好退位让贤，不然我就让你的私生子明天就出现在你老丈人的面前。段校长这才醒悟，自己根本斗不过霍明，他所有的把柄霍明都可以轻易得到。于是他不再说话，带着段雪离开了。周围的同学也终于明白，刚刚他们联合羞辱的人，我徐莹竟然是京圈太子爷霍明的夫人。以前他们得罪不了，现在更是不能招惹。杜航首先就开始跟我道歉，对不起，班长，我错了。旁边的人一听，也立即开口说，对不起，班长，是我狗眼看人低，我不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诬陷你的，对不起，对不起，班长，我错了。我看着他们纷纷在我的面前低头认错，只是平静地回应，我接受你们的道歉，但绝对不会原谅你们。杜航抬头，双眼通红，我也是受害者，我们当初只是看到了证据，所以才会。那你问过我吗？有没有想过听我说一句解释？他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没有说出一个字。霍明在身后发出笑声，自己受到诬陷就不能容忍，看到别人的谣言也不需要证实真假，就要上去踩两脚，这样的你还真是一个垃圾窝囊废。说完这句话，杜航彻底脸红了，双手握拳，跟着人一起走了。而那刘总早在段校长走了之后就灰溜溜地跑了。你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司机呢？开了。我看着霍明，才想起了一件事情，你怎么这么快就来这里了？霍明一脸幽怨，不是说了明天要回你家提亲的？我这才恍然想起自己似乎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于是赶紧来到男人身边，不好意思啊，老公，我最近太忙了。是啊，我的女企业家对待工作比我都重要。我正想要笑他竟然这也吃醋的时候，手机响了，莹莹，你赶紧过来，你舅妈找过来了。我脸色有些难看，霍明，恐怕你今天就要跟我妈见面了。舅妈从嫁过来后就看妈妈各种不顺眼，不是因为我妈做了什么，而是在她看来，外公对我妈偏心，觉得我妈是家里的闺女，却不肯将夫家的钱拿过来接济娘家。外公是个明白人，知道舅妈的小心思，一直警告她不要动歪心思。以前爸爸还在的时候，舅妈也不敢太放肆，虽然她有时候还是会酸上两句，但一想到舅舅的工作还得靠爸爸，她也就收敛了。可直到妈妈跟爸爸离婚，住回娘家后，她就一直看我们不顺眼，甚至还故意告诉我妈，来到家里不能白住，要干活。于是从那时候起，家里的洗衣做饭都成了我妈的活计，而她成了一个大闲人，还自称是我们的大恩人。要不是她收留我们，我跟妈妈早就流落在外了。为此，我没少想要跟她争执，但是妈妈总会拦住我，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毕竟外公年纪大了，我也需要用钱上学，所以才会一直忍让。而在即将高考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我难以接受的事情，才让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搬出去。舅妈没有生儿子，也生了一个女儿，但是舅妈都这样，教出来的表妹也随了她的性子，没事就喜欢跟我做比较，有时候还会故意使坏。她年龄小，自然没有舅妈手段高，被外公发现她故意给我使绊子，剪坏我的校服，还撕了我的课本后，就对她特别不喜。于是
这导致了表妹从小就喜欢与我比较。等我来到外婆家，她更是喜欢贬低我，来衬托自己。那时候，我因为谣言和父亲的事情，选择了休学，但每次考试都会参加。她就故意在考前来嘲笑我：“表姐，你都没有了课本，还能考第一吗？”凑巧的是，她那次考试竟然还真进步了不少。故而放学回来就拿着成绩单在众人面前炫耀。可不成想，等到我们班主任的电话打了过来，得知他来给我贺喜，说我又考了年级第一的时候，他脸色都变了，甚至大声嚷嚷：“我不信，你没有课本，你是怎么学的？你肯定是作弊了。”我翻了一个白眼，我早就将高中的知识学完了，你就算是撕了所有课本，对我也没用。至此，他再也没有了动静。我原本以为这算是给了他教训，可哪曾想，在我即将高考的前夕，他竟然趁着夜里大家都睡了，故意来到了书房。我夜间刚刚复习完，关上了灯，并没有离开，于是便给了他屋里没人的假象。徐莹，我把你的准考证给撕了，看你怎么高考，让你跟我比，我看你上不了大学，还能怎么跟我比？我看着他，觉得这人竟然比一个陌生人还要对我充满敌意。准备制止的时候，竟然发现妈妈也出现在了门口。她应该是注意到我还没有睡觉，所以才会来到这里的。瑶瑶，你在干什么啊？妈妈的出现吓到了她，让她也就此把我的准考证撕成了两半。妈妈彻底急了，直接来到表妹的面前，给了她一巴掌。表妹见状，更是大喊大叫，直接将所有人都喊了起来。半夜里，舅妈抱着表妹，无比心疼。不就是准考证吗？撕了就撕了，她又不是故意的，干嘛要打人？从来没有生气的妈妈彻底崩溃。这可是莹莹的未来，她如果不是故意的，干嘛半夜来书房？其实很明显，这就是表妹的错。外公也是无比愤怒。瑶瑶，你真是被你妈给教坏了。外公，你就是偏心徐莹，明明我才是你的亲孙女。表妹脸色狰狞，看着我像是看到了敌人。舅舅更是假装看不到，这一次当了聋子和哑巴。许久，激动的妈妈才说了一句：“我要跟莹莹搬出去住。”不行，你们两个能照顾好自己吗？这是你的家。外公心疼，但舅妈却十分高兴。好啊，拖油瓶早就该离开了。所以，当我进家门的时候，再次听到舅妈喊我拖油瓶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人脸皮还真不是一般的厚。我跟霍明回到家的时候，此时的舅妈带着舅舅和表妹正坐在我从欧洲买回来的真皮沙发上，他们脱了鞋子，有一股难闻的味道蔓延开来，让我格外厌恶。更令人愤怒的是，舅妈接下来说的话：“妹子啊，不是我说，你真是把你哥哥和嫂子当外人，这一定是妹夫留下来的钱才买的房子吧？”我妈冷笑：“这是我女儿挣钱给我买的，羡慕，让你家瑶瑶给你买呀。”舅妈嗤笑：“你在胡说什么？那个拖油瓶能买得起这么大的别墅，该不会是被人包养了吧？”表妹更是添油加醋：“就是高中的时候，就听说表姐曾经去了会所当坐台小姐。”我妈听了这话，能不生气？她立即起身，指着门口：“你们都给我滚出去！这是我家。”舅妈根本不动弹：“你家？你当初在我家住了那么久，我们来这里住上一段时间，也算是抵债，是吗？难道舅妈要给我家当保姆吗？”舅妈这时候才发觉我已经回来了，表妹也看了过来，但是她的一双眼睛却直盯盯地看着我身后的霍明。霍明察觉，立即躲在了我的身后。那个沙发上的丑八怪，别看老子，老子觉得恶心。表妹自然明白这个丑八怪指的是谁，
立即脸色难看起来。你说谁丑八怪呢？谁搭话就是谁。表妹的表情跟吃了屎似的，坐在沙发上低头生闷气。舅妈并不在乎这些，而是看向了霍明，理直气壮地说道：“你就是包养徐莹的人吧？给钱了吗？”霍明或许也没有想到，这人开口竟然能说出这么骇世惊俗的话，竟然不知道如何应付。而我则是看向舅妈：“你们今天来是干什么？没事的话，就趁早滚出去吧。”舅妈知道我嘴巴从来不饶人，她对了对在一旁默不作声的舅舅，瞪了他一眼，才让舅舅正了正身子。莹莹，舅舅来是想要接外公回去，顺带给你介绍一个正经对象。毕竟一直当别人的小三不合适。人家给你多少钱？不多，就20万。舅舅这才反应过来，自己露了馅。你个见钱眼开的东西！外公气急，将拐棍扔了过去，砸中了舅舅的脑袋。他不敢吭声，可舅妈不会。爸，我老公可是家里的顶梁柱，您怎么能打他呢？再说了，给莹莹介绍的这个人，人家可是一个老板，回头嫁过去了，肯定是享福。霍明吐槽：怎么天天有人给你相亲，还都是这种货色？回头要不要找个庙？我转过头：你皮痒了吗？霍明才算是闭嘴不再说话，而我也终于搞清楚了他们的来意，彻底好办了。妈，他们是你邀请过来的。妈妈摇头，厌恶地说道：他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知道的，今天一大早就来敲门，我打开后，他们就直接冲了进来。我点头，那霍明去报警。舅妈一听，彻底急了：徐莹，你什么意思？我可是你舅妈，我可没有喜欢卖侄女的舅妈。徐莹，这是给你找了一个好人家，是为了你好，那你怎么不让表妹嫁过去？舅妈语塞，自知理亏，但仍旧给了借口：你表妹还小，我记得你是未婚先孕吧？故意赶走我舅舅之前的女友，才借此成功上位。算起来，我比表妹还小半个月吧？这话一出口，就连表妹都震惊了。妈，她说的是真的吗？舅妈脸色难看。行，徐莹，你厉害，但这婚事你不嫁也得嫁，人家马上就来了。我笑了。霍明，再告诉警察，他涉嫌买卖人口。怎么回事？刘艳，我的老婆呢？一个人突然进来了，他身后带着几个人，看着这边的情况不对劲，便喊了舅妈的名字。一看就是那所谓的好人家，一脸横肉，还带着刀疤，看样子看不是什么好人。外公更加生气，拿着刚刚舅舅递过来的拐杖：你还是个人吗？你敢让莹莹嫁给这样的人，我打断你的腿！舅舅竟然一把将其推开。哎呀，爸，你老了，这个家应该是我当家做主。再说了，我钱都收了，这事不成也得成。你……外公气得说不出话。我和妈妈赶紧上前安慰：没事的，外公，你还不知道我绝对不会让自己吃亏的。外公点头，才算是闭上眼睛，不看这边的情况。看着舅妈对那人一副讨好的样子，我笑了。表妹，你妈不懂法，你也不懂，可她却丝毫不在意。这是我们家的事情，你叫了警察，能管家务事？霍明嘲笑：脑残啊！是的，一群脑残。警察很快就到了，一听说我说的事情后，立即严肃回复：如果您说的是真的，那么情况很严重，需要严肃处理。我点头：好，我会配合的。舅妈缓过神：什么？这就是我们给孩子说个亲事，怎么就涉嫌犯罪了？警察看着他，当事人没有同意，就来抢人，这就是犯罪。舅妈赶紧看向我：莹莹，我可是你舅妈呀，你不能这样做。在一旁的那人更是明白过来：好你个刘艳，你不是说收了钱就一定给我找个老婆的吗？我是答应了，但我没有想到
他会报警啊！我不管，我就是要带个老婆回去，不然我也要告你。莹莹，你赶紧说，你是自愿的，我凭什么？舅妈急得跺脚，你难道真的忍心让我进牢里？我笑了，指了指一旁的表妹，这不是有一个自家人吗？让她去享福不就行了？舅舅一听，对，莹莹说的对。表妹慌了，爸，我可是你的亲生女儿。但此刻她说什么都晚了。舅妈上前捂住她的嘴，威胁：瑶瑶，先委屈你，不然你爸妈都要进监狱，你以后就什么依仗都没有了。瑶瑶看向自己的妈妈，可是我不愿意。舅妈闭上眼睛，一狠心，你不愿意，那咱们家就都完了。你以为你外公会收留你？表妹笑了，眼睛都是泪。不，我不答应，是你收的钱，不是我。我冲着警察点头，不好意思，让你们看笑话了，人你们带走吧。就这样，就算舅妈苦苦哀求，表妹也根本不愿意跟那人走，因为她的骨子里跟舅妈一样的自私，根本不会为了爸妈而牺牲自己的人生。事情终于落下了帷幕，妈妈和外公才算是松了一口气，也算看到了站在一旁的霍明。外公开口：你就是莹莹的投资人？是的，高二那年我去了会所，原本想要调查爸爸的事情，但遭到了阻拦，甚至还有人想要将我掳走，把我当成了坐台小姐。我极力挣扎，说自己不是这里的人，周围那么多人都没有人愿意帮我。我当时绝望之下看着他们，心中无比愤怒。如果我还活着，我一定要将今天侮辱我的人给弄死。霍明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他说他很好奇，一个高中生怎么能有这样的心性，于是他便救下了我，并决定帮助我，回头看我如何去报复。我看着他，你也想包养我？霍明笑了，我可不喜欢黄毛丫头。我煞有其事的点头，是你太老了。霍明一听这话，脸色黑了。我才25，我挑眉，不好意思，今年16。虽然表妹撕了我的准考证，但她并不知道，我早就因为成绩优异保送了大学，还是本硕博连读。就在前一阵，我拿到了硕士学位，已经开始跟着教授攻读博士，而他恐怕仍旧认为我还是一个高中毕业辍学在家的人吧，所以在我面前才会有如此嚣张的气焰。而这边霍明似乎并不太容易能够获得外公的认可。你都30多岁了，配不上我们莹莹。我一直都是外公的骄傲。在大一的时候，我终于成年，就迫不及待地创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外公其实也是一个经商人，他祖祖辈辈都是皇商，从小就有这方面的天赋。但因为外婆去世后，他伤心过度，身体一度虚弱，才将公司买了，换成了钱财，居于小城市养老。所以当他知道我开始创业的时候，感到无比欣慰。莹莹才是我最骄傲的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就成了那个人人都知道的女企业家，有了3、4家公司，但从来没有在公众面前露面。我也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现自己早就喜欢上霍明对自己的保护。那时候我问他，你为何觉得我能复仇？他笑着看着我，你的眼睛里充满了野心，我觉得特别喜欢。那你是承认你就是想要老牛吃嫩草了？霍明笑容瞬间消失。莹莹，你是嫌弃我老了吗？我点头。他立刻欺身而上，那就让老婆看看老公到底能不能行。可如今他面对外公的时候，仍旧不知所措。是，但年龄并不代表一切。外公看着他，仍旧充满审视。我们家莹莹可是女企业家，你是谁？我们家可要求门当户对。妈妈在一旁偷偷问我，你喜欢他吗？我歪在他怀里，很喜欢。他轻轻回道，
那就好，妈妈同意你跟他在一起。结果我们2个遭到了外公的怒视，你们是胳膊肘往外拐。外公，谁允许你喊了？那老先生，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霍明，霍章的儿子。外公一脸不忿，霍章，就算是刘章也。什么？你说你是霍明？京圈太子爷的名声果然好使。外公瞬间沉默了，许久他找回自己的声音。行，霍章的儿子配得上我们家莹莹，这个婚事我同意了。等到婚事落定之后，我又开始将所有心思放在工作上。偶然一次巡视一个子公司的时候，看到了段雪。那时候他站在许多人的中间，衣着十分狼狈，被一个穿着貂皮大衣的人追着打。你个狐狸精，竟然勾引我老公，我打死你！好笑的是，我曾经见过这个人，他就是霍明前司机的老婆。段雪从人群中看到我的时候，立即将脸遮了起来。结果司机老婆并不打算放过他。怎么，这时候知道丢人了？你当初诬陷老娘出轨，来勾引我老公的时候，可是嚣张得很呐。我摇了摇头，立刻离开了原地。有些人呐，就是狗改不了吃屎。回去后，我将这件事情告诉了霍明，结果这人却笑着看向我，这事是我做的。我瞪大眼睛，你什么时候这么无聊了？霍明搂住我，狠狠亲了一口。我老婆，谁欺负我就报复谁。我回手抱住他，回应他的亲吻。我好庆幸自己当初没有放弃，也很庆幸遇见了霍明。我要诬陷我的人都不能好过，我也要光明璀璨的人生，谁都不可以阻拦。故事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家突然发达，还来不及带闺蜜报复，就听她在背后酸我。林无那丑逼，又穷又木，没有我心善当他朋友，谁肯理他？完了之后，他还将我上个月送他的香奶奶项链发朋友圈炫耀，说是家里母上大人送的。我笑了，我怎么不知道？我有她这么个大闺女。我跟叶雅雅是小县城里的孩子，凭借自己的努力，高考进了大城市里的一本大学。从小到大的友情，我一直把她当亲姐妹看待。我以为她也是，却不想在上大学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又或者说是她对我的不屑，统统转化成了疯狂的嫉妒，一点一点掩盖不住。事情是这样的，高3暑假那年，有好几辆电视剧里才有的豪车停在了我家门外。原来我那丧偶踩电轮车拉扯我长大的老爹，竟然是富豪遗落在外的骨肉。寻找多年，终于找到了我爹，以及附赠一个才高中毕业的我。就这样，我们家一夜之间暴富发达了。我跟我爹去了一趟富豪家，不对，应该是我爷爷家。老人家很激动，抱着我们泣不成声。一家子大大小小看着灰头土脸的我们，也是又心疼又欣慰地抹着眼泪。认祖归宗后，我们父女俩在县城里也算小小出了慧名。我爹不太熟练地开着豪车把我带回家后，还有乡亲调侃说为啥不住外面城里的大别墅呀？我爹念旧，没好意思说不习惯，拿我做借口说孩子对这有感情。乡亲们也就笑笑，却更多的是真诚善意。当时叶雅雅也在人群中，就这样阴郁地看着我，眼底满是嫉妒的恨意。我跟叶雅雅关系有多好呢？好到哪怕我卖瓶子攒钱，也要送她一对心心念念了许久的珍珠发夹，因为她是我唯一的好朋友。小时候也是唯一愿意分享我辣条的女生。小时候的友情多么纯粹，一根辣条就能奠基了10几年的闺蜜情。可随着逐渐长大，
对物质的要求不同，对金钱的概念不同，三观逐渐不同，再好的闺蜜也会渐渐生了隔阂。叶雅雅来我家做客，在察觉到她一直盯着我脖子上的项链看时，我毫不犹豫摘了下来。你喜欢这个？她的眼底浮动欢喜，立马点头。小吴，这可是香奈儿，我只在杂志上看过，这也是那家人，你们家人送给你的吗？我不太懂牌子，这些首饰也是那些婶婶姑姑们拽着我去买的。可能因为我是这一代里唯一的闺女，所以大家都对我特别宠。就像这些给我买的首饰，几乎快塞满一个行李箱了，跟批发一样。我见叶雅雅喜欢，便把手上这个送给她。她迫不及待戴上后，问我好看吗？叶雅雅是我们县城里有名的小美女，她一向爱美，这项链戴上后自然更增魅力。她很开心，捧着我送她的礼物，心满意足离去，却从头到尾没跟我说一声谢谢。我因为没妈的缘故，性子养得比较自卑懦弱，也没什么人愿意跟木讷的我做朋友。大学开学后，我跟宿舍的朋友融不进去，有个温柔的婶婶问我，我如实说了，她立马心疼道：咱家在学院附近有套大平层，你一个人住那去，清静。我一听这话也没拒绝，决定搬外头去。叶雅雅得知后，非要跟着我一块走。她因为性格开朗人漂亮，在学校里交了不少朋友。我不明白她为何也要搬出去，直到后来，我无意在厕所里听到了叶雅雅跟其他女生的对话。雅雅，你干嘛对林吴那个土妞这么好啊？还带她去住大平层？叶雅雅补着从我这拿走的名牌化妆品，笑了笑。虽然她又土又穷，看着的确讨厌，但我们毕竟是同县城出来的，能照顾一点是一点吧。而且她死乞白赖的要跟着我，我也不好拒绝，是吧？你呀，就是太善良，才会被她吸血鬼似的吸得死死的。我在洗手间里沉默了好一会。小吴，你看咱们也要走了，今晚咱请宿舍的姐妹吃个饭吧。搬离宿舍前，叶雅雅苦口婆心跟我说了一堆人际交往关系的重要性。我看着她画着精致妆容的脸蛋，以及身上的名牌裙子。认祖归宗后，大家给我买了很多漂亮的裙子，可我一年到头都是穿 T 恤长裤的，并不喜欢穿裙子。然后叶雅雅就借走穿了，这一借就再也没有还过。我上下扫了她一眼，半晌温吞出声，可我跟他们不熟。叶雅雅便笑眯眯道：哎呀，就是不熟，才要出来一起吃个饭。我已经定好位置了，就是咱俩常去的那家餐厅，晚上你记得来哦。先斩后奏，连餐厅都定好了。我有些好笑，我去干嘛？结账吗？叶雅雅经常会跟同学们互请，当然别人请客的时候不会叫上我这个土妞，但叶雅雅会。同乡互助的情谊在她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所有人都觉得叶雅雅对我真好，什么事都带上我一份。可他们并不知，叶雅雅的每次结单都是我付的钱。我跟她那样好，宛若亲姐妹，所以从未计较这些。却没想到她一直占着从我这得去的好处不说，还在背后编排我。可笑，晚上的聚会我还是去了。叶雅雅在餐桌上端着富家千金姿态，今晚我跟小吴就搬走了，大家放开吃，我请客。雅雅，你家也太有钱了吧，还特意给你买了个大平层。有同学羡慕出声，觉得叶雅雅真是典型的白富美。叶雅雅闻言却面色大变，慌乱朝我看来，而我状似没听到他们的言谈，低头点餐，一贯陷入自我世界里的孤僻做派。他松了口气的同时，也立刻转移了话题。喂，你点好没有？
一个菜单要看多久，真是乡巴佬没见过世面。这时，有个女生对我发起不满攻势。有些人就是很奇怪，明明没有任何交集，就是看不顺眼你。就好比眼前的女生，又或者说今晚这一桌的女生，我慢吞吞看了她一眼，又勾了一道贵菜，便把菜单转给了她。她冷哼一声，跟身边小姐妹围着一起讨论吃什么了。点好所有菜后，陆续上桌，女生们眼睛都直了，看着一道又一道，瞧着就价值不菲的佳肴。是的，这些都是我点的，专挑贵的点。菜单轮流点的好处就是，没人知道这些菜是谁点的，大家下意识都觉得是白富美叶雅雅挑的。毕竟我们当中也只有她看起来是最有钱的人，一时之间，大家对她的恭维更盛了。而叶雅雅也在吹捧中飘飘然，忘了自己是谁。雅雅，这一顿要吃掉2万吧？有女生估算了下，吓得嘴巴都合不拢了。周围也是一片抽泣声。2万，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讲，可以是一个学期的生活费了，而且还是过得很滋润的那种。而现在，叶雅雅轻描淡写间就挥金如土，请客2万，多少让大家震惊羡慕的。叶雅雅红光满面，自己也吃得满嘴流油，道：“大家放开吃，不够再点。”看着她难得这样不顾姿态，我的唇角勾起一抹冷笑。叶雅雅，吃吧，从今往后，你可能就没有这么快乐的吃饭心情了。这顿饭果然吃了2万多，差2000就3万了。大家等着叶雅雅去结账，而叶雅雅在等我。众人面面相觑了几秒，叶雅雅有些坐不住，悄悄侧头看我。我回以一个茫然不解的眼神，也看向她。叶雅雅皱了下眉，眼底有几分不耐烦，却还是温柔软着声道：“小吴，你怎么还不去结账？”她倒是问得理所当然。我笑了下，随后震惊诧异出声：“什么？不是你请客吗？为什么要我去结账？”叶雅雅是压低了声音跟我说话，可我这一嗓子却不低的，所以一桌子的女生都莫名看了过来，一会看看叶雅雅，一会看看我，表情很复杂多变，还夹杂着几分探究。啊，什么意思？林吴去付钱？叶雅雅顿时脸上火辣辣的，暗暗剜了我一眼，讪讪解释道：“小吴，你听错了，我不是让你去结账，我是看你没什么事，帮我去跑腿结下而已。不过看你不太愿意，那还是我自己跑一趟吧。”叶雅雅不愧是伪装达人，这样的尴尬不仅3言2语带过，还成功的往我身上泼了盆脏水。这话落在别人耳里，多少是我这个乡巴佬土鳖不知好歹了。果然，立刻就有女生骂我了：“林吴，你怎么这么懒？雅雅对你这么好，叫你跑个腿怎么了？”就是雅雅每次请客都带着你白吃白蹭，就算你回请一次也没什么呀。只骂我的风向逐渐不对劲。叶雅雅一听，立刻围上来护着我：“好了好了，你们别说了，我跟小吴是好朋友，你们再说我生气了。”她说着，还露出一副很难受的模样，大义凛然地挡在我面前。若是从前，我一定很心动，觉得这是中国好闺蜜，但这一刻，我却无比恶心。我拿真心待她，她把我当个麻瓜吗？下一秒，我像是被骂生气了一样，红了眼眶，就往外跑了。既然大家都不喜欢我，那我就走吧。然后不顾叶雅雅在身后拼命的叫唤，头也不回的离开了，也断绝了她想将这账单记我账上的心思。哦，忘了说，这家餐厅是我一叔叔开的，我时常会带叶雅雅来吃饭，都是记在叔叔账上。以我对叶雅雅的了解，她一会准要动这心思，可她不知道，
我早就跟经理提前打好招呼了，这一顿必须现金。晚上，我回到婶婶给我准备的大平层豪宅里，就收到了无数叶雅雅的短信跟来电。小吴，你去哪了？我好担心你，你快回来好不好？小吴，这顿饭钱我可以先记你名下吗？我手头没那么多钱。怎么回事？为什么经理说店里没有一个叫林吴的顾客？小吴，你倒是回我个电话呀！我现在站着很尴尬，付不了钱了。算了，你要是不方便回的话，就先借我5万，我到时候还你。林吴，你回我一条信息呀！呵，我没想到你这么小气，我真的看透你了。看着这段从最初的虚伪关怀到最后的逐渐不耐烦，我冷笑一声，关闭了他的聊天框，然后给餐厅经理发去了信息：账结了吗？那头很快回复：林小姐，您的同学刚刚结了账离开，偷了不少花呗跟信用卡。说完，他还把当时叶雅雅一个人在走廊的监控画面也发给了我。只见叶雅雅不断地在给人打电话、发短信，时而眉头紧皱，时而面色阴沉，看来都是在联系我。监控画面听不到声音，却能看到她骂骂咧咧的嘴型。最后应该是想方设法凑到了钱后，这才匆匆去前台结账。8万不多，叶雅雅的花呗加信用卡刚好能结算。看完监控视频后，我笑了。我这人对人好时掏心掏肺，但一旦认清对方真面目，就断没有吃亏的理。所以我会一点点讨回被叶雅雅吸去的血。晚上睡前，我故意拍了张窗户外的风景，俯览城市的大落地窗，很是显眼，并且配文：住家的感觉真好。底下很快有了学校女生们诧异又震惊的留言，问我在哪。我勾唇一笑，故意不回应，关了手机。第二天，我慢悠悠回学校时，就被叶雅雅一把拽到了无人的角落。她眼下乌青浓重，连名贵的化妆品也掩盖不住，可想而知，昨晚应该是彻夜失眠了。当然是要失眠的呀。本来他都跟同学们说了，自己要搬出去住豪华大平层的。可昨晚我一走，他又联系不到我，他能去住哪呢？自然是顶着同学们错愕的表情，重新回宿舍住了一晚。他连出去住酒店的钱都没有了，因为被那2-8掏空了。当然，叶雅雅能言善辩。他留宿宿舍准是能想到借口抵消同学们的诧异的，可偏偏临睡前我这个默默离开的土妞却发了一张大平层的照片。想必昨晚女生宿舍里一定很精彩吧？林吴，你什么意思？一见面，叶雅雅就咬牙切齿地瞪着我，活像我欠她800万似的。我抬眸看她，语气如常：怎么了？他见我这样，更来气了。你昨晚为什么走？为什么不回我信息？你知不知道你害我昨天多丢人尴尬？劈头盖脸一顿指着，他将所有全部怪罪到我的头上来。我望着他的目光又黑又沉。雅雅，昨晚走不是因为你的朋友们不喜欢我吗？所以我才走的。至于为什么不回你信息，不是你说的吗？看透了我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但看你当时语气，应该是要跟我决裂了。那我为什么还要回呢？我一字一字说得很缓很慢，可能是10多年以来第一次用这样冷漠的语调与他说话。叶雅雅从一开始的颐指气使，慢慢的有些慌了，她急忙伸手来拉住我。小吴，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昨晚怎么了？可能自觉理亏，叶雅雅也昨晚不出个所以然来，只能忍着满腔的不耐哄我。算了，昨晚的事都过去了。小吴，我们是最好的朋友，这是翻篇了。有些友情世界里，
其实比爱情还不讲理。就像我跟叶雅雅，她习惯了以她的心情来决定我们的相处模式，理所当然，且又带着隐蔽的施舍态度。她看不起我。哦，是的，我爹之前是踩电轮车的，又是单亲家庭，他看不起我的穷，但又很可悲。他喜欢拿贫穷的我来衬托他的家庭环境。可一旦这种相处平衡反转，他眼底的妒忌跟恨意便也显示得清晰了起来。这一刻，我看得一真二切。有些人就是这么可笑，讨厌着你，却偏偏又要来招惹你，理所当然占着从你这得到的一切好处，却又在背后看不起你，诋毁嫉妒你。叶雅雅就是这样虚伪的闺蜜。好在我庆幸自己提前看透了她，我跟叶雅雅没有因此闹翻。为了弥补关系，她从本来就紧张的钱包里掏了10几块，大方请我喝奶茶。捧着这杯奶茶时，我恍惚想起，我们之间她好像从未请我吃过什么，或者送过我什么。其实我比叶雅雅大几个月，在我倔强的自尊心里，一直觉得我是姐姐，理应多照顾些她。所以每次公交车我出钱，喝水我结账，吃饭我请客，就这样勒紧裤腰带，当了10几年的冤大头闺蜜。印象最深的一次，我们俩出去玩，意外算错了时间，没赶回家。半路上饿得饥肠辘辘，但我口袋里没钱，他有，可他说不饿。然后我饿得受不了了，就说你借我50，我请你吃饭吧。他欣然答应，还真的掏了50给我。这50我捡了快1个月的垃圾才攒上还他的。如今想想，当初的自己傻逼一个。小吴，你昨晚的朋友圈删了呗。叶雅雅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我喝着奶茶看他，等着他接下来的话。果然，他又是一副为我好的模样。我就是觉得你这样不好，你那些亲戚们看到了，会觉得你虚伪的，占着你婶婶的家说是你自己的家。哦，我那条朋友圈影响他继续装白富美了。心知肚明的我，却故意露出错愕模样，回他：可是雅雅，我们家没分家，所有房产财产都是属于大家的。叶雅雅噎了下，可能是那句所有房产财产几个字刺激到她了，眼眶都有几分嫉妒的猩红。她咬了口奶，继续说道：但小吴，那毕竟不是你自己花钱买的呀。我现在是忠言逆耳，你可能不爱听，但你这样真的显得很贪婪。我也是怕你会给那边的亲戚留下不好的印象。我嚼着吸管，听不懂他的破。叶雅雅看我柴油不进，在一旁急得不行，还要张嘴继续洗脑我。可我下一句的话却让他的面色猛然狰狞了起来。如果雅雅你是觉得那房子不是我的，我发了那样的朋友圈不好，那你大可不必为我多想，因为那房子已经落户在我头上了，今天刚办的房产证。叶雅雅转过头，不跟我说话了，我却咬着吸管，笑得很开心。原来用炫富打脸塑料闺蜜是这样爽呢。林吴，你朋友圈的照片是你家吗？我的朋友圈炫富照果然引起了同学们的注意，不少人逮着我就问，还前所未有的友好模样。都说大学世界是小型的社会场所，所有魑魅魍魉显露无形。你有钱，身边的朋友也就多了；你没钱，注定被疏远隔离。但这一刻，我被众星捧月了，因为一套房。我恍惚间突然懂了叶雅雅装白富美的快乐，这样真的很爽好吗？所有人都捧着你，是我的呢。我大方承认，成功看到叶雅雅彻底黑沉的脸。同学们惊呼：天哪，你们县城里的人都好有钱哦，你一套，雅雅一套。妈耶，那个地段我知道啊，一套房没8位数下不来，
没想到小吴你这么低调，平日里真的看不出来。对了，你跟雅雅是买一栋楼的吗？怎么你家装好了，他家就突然出问题，不能入住了？有好奇同学发问。我非常赞赏地投了他一眼，同时也知道了叶雅雅昨晚拿的什么借口忽悠住了大家，但这回我知道了，可就别怪我了。所以在这个同学话落后，我露出了非常诧异的表情，看向尴尬不已的叶雅雅，问：雅雅，你家也在那买房了吗？叶雅雅被问得面色苍白苍白的，同时又隐着一抹恼羞，悻悻回应：是那。我爸担心我集体宿舍睡眠不好，所以特意给我买的。本来昨晚要走的，但是装修公司那出了点问题，所以要耽误一段时间了。我表现得好开心。没关系的，那里物业好，有什么问题他们都会帮你盯着的。想必你也很快能搬过来，跟我做邻居了。很好，成功杜绝了他想住我家的歪心思。我家有钱的消息逐渐在学校里传开，很神奇。虽然我知道围着我的并不一定是真心朋友，但人的交际圈一旦广了，世界果然都开阔了不少。在这种情况下，我竟渐渐地改善了我的自卑木讷的性子。没有女生不爱美，这话是真的。我开始慢慢地用护肤品，穿漂亮的小裙子，这么一捯饬，竟还奇异地收到了不少爱慕者的追求。当时我就在想，去特么的闺蜜友情，甜甜的爱情不香吗？我开始不借叶雅雅彩妆，不借她衣裙，她逐渐开始不满，同学们也越发好奇，她怎么半个多月了都没买新衣服？这叶雅雅是什么情况？以前一周有10几套新衣服，用腻的化妆品也大方送给我们，怎么这半个月看起来这么穷酸的样子？你别说衣服了，他之前不是说他爸给他买了房子吗？你看多久了都没搬过去，吹牛皮的吧？其实我一早就觉得他不对劲，自己看东西的时候总是比来比去，犹豫不决的。有钱千金能像他这样？对了，你们可能不知道，他之前还说自己家买了大平层，然后林武死皮赖脸想要跟过去住。可你们看，现在住大平层的是谁？你们有没有发现，林武最近用的牌子衣服啥的，都是之前叶雅雅时常炫耀的呢？怎么突然林武开始用起来了？叶雅雅那边就跟断货了一样。叶雅雅白富美的身份逐渐遭到大家的质疑，只是没想到叶雅雅为了挽尊，拍了上个月我送她的香奈儿项链，发了朋友圈，说是母上大人送的，价值4万多，可能忘了屏蔽我。第1秒我还能刷到，等想去评论这动态已经被删除了。我被屏蔽了，我起了坏心思，也紧随其后发了张自拍照，同样佩戴着这条项链呢。我跟叶雅雅拥有一样项链的事很快就传开了。叶雅雅第一时间来质问我，问我什么意思。我面露茫然，什么意思？怎么了？雅雅？叶雅雅气急败坏，你那条项链不是送给我了吗？为什么要佩戴它发自拍？你是生怕同学们不知道项链是你送我的是吗？你是故意要让我难堪是吗？这是他第一次这么凶地跟我吵，可能是长期的伪装濒临破碎，他情绪很大，甚至草木皆兵，没了之前的那股聪明狡猾劲。一条项链而已，又不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就不许有撞款的吗？说到底是他自己亏心心虚。我也冷了声，叶雅雅，你这么激动做什么？而且就算同学们知道了是我送你的，又如何？我是违法了吗？叶雅雅极度的眼眶都红了。林武，我没想到有钱后你会变成这样，从今往后我们不再是朋友了。他用出了杀手锏，愤恨跑开，我也懒得追。
彻底闹崩。那条项链的朋友圈，叶雅雅也很快删除了。事实证明，的确是她疑神疑鬼，没有同学怀疑我们为何会有一样的项链。事后，叶雅雅冷静了，也来找我复合，可我铁了心不再原谅她，却又表现出一副很伤心的模样，让她觉得我完全是被她伤透心的委屈模样。果然，叶雅雅为了讨好我，开始努力地给我送礼物，请吃饭啥的。她是真的没钱了，但听说给家里打了通电话，又哭又闹的，终于让父母打来了钱。眼下这笔钱多余的，她投资在了我的身上。为什么会说是投资的？因为她想要回报嘛。小吴，再过1个星期就是我生日了，我想办个派对，请全班吃饭，你可不可以问问你叔叔的餐厅，留个大堂给我？叶雅雅迫不及待，想要稳住在同学们心中白富美的形象了。我想，刺激了她这么久，也是时候收网结束了，所以我答应了。好，我让我叔留一个。叶雅雅一听，立马就露出了欢喜的神态，还送了我一幅她的亲手笔绘，说是特意送我的。她一走，我就直接丢垃圾桶了。叶雅雅要办生日派对的事很快在班级里传开，她的脸上再次扬起了以往容光焕发的笑颜，温温柔柔地请着全班的同学。我叔那酒店可是不一般的连锁酒店，能在那订到宴席的大位置，绝对是能说明自己家庭的实力的。所以一时之间，同学们又开始蜂拥围着叶雅雅转悠了。还是雅雅家有本事呀，这酒店的宴席厅都能给你定下来了。我妈说了，那的厅最小的一晚上都要10万起步呢。对呀对呀，真好奇雅雅家做什么的。不过我想，肯定是比林吴家有钱吧。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跟叶雅雅2人成了大家私下讨论的对比。同一个县城了出来的闺蜜都有钱，但也会对比，到底谁家更有钱？叶雅雅在我看不到的地方，与周围的学生说：“嘘，你们小声点，别这样说小吴。他们家很努力的，他爸一直踩电轮车拉客，才给他上的大学。”什么？他爸踩电轮车的？不是吧？可他不是很有钱吗？叶雅雅拿出之前我在县城里帮我爸推电轮车的照片给大家看，这一下大家立刻就对叶雅雅的话相信不疑，并且对我鄙夷万分。叶雅雅又叹了口气，小吴性子其实挺偏激的，可能是受了刺激，所以才会这样。他那天突然来找我要衣服跟化妆品之类的，我看在闺蜜一场就都给他了。卧槽！所以他一直是装的，他的那些东西原来都是你的，难怪你后来都没买新衣服了，感情都给他了呀。是的，但是请你们不要说出去，毕竟我跟她是好闺蜜，我不忍心戳破她的真相。这个林吴也太恶心了吧，就是自己家踩电轮车的，这么辛苦，他还不知道节省，在学校虚荣心爆棚，装富二代。我看他就是嫉妒雅雅有钱，什么都想学着雅雅，所以他现在住的那套房不会也是雅雅你的吧？叶雅雅淡笑不语，没有回应，却给众人模棱两可的态度，只是眼底闪烁着畅快得意。叶雅雅生日这天，她几乎是盛装打扮，明艳娇媚，夺目光彩。班上不少男生喜欢她，毕竟谁不喜欢漂亮的白富美呢？我来的时候，整个大厅大家都在讨论包这里的昂贵费用，但包下来了，却没有准备的酒水吃食。同学们纷纷不满，有人吐槽：叶雅雅不是吧？这么小气，包了这里开生日派对，居然连吃的都不准备，那这是在办什么派对啊？人来的越来越多，大家都是兴奋赶来，觉得是沾着叶雅雅的光，
来蹭一次高级酒店，却没想到空有偌大的大厅，却冷冷清清，啥也没有。叶雅雅在人群中也挂不住脸了，她皱眉看向我。这一刻，我清楚地对上她眼底的愤怒，但很快她又掩藏住了。小吴，能过来一下吗？她叫我，甚至都没理会身边的同学。我笑笑，跟着她转身离开。一到角落，她就憋不住气了，质问我：林吴，你是故意想让我出糗吗？现在全班都知道我要在这办生日宴了，你却给我准备这个。我冷眼看他，你也说了，是你办生日宴，雅雅，我帮你排到这个大厅预约，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他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你什么意思？什么仁至义尽？这种小忙，你不是动动嘴皮的事吗？动动嘴皮？是啊，因为这里的老板是我的叔叔，所以我想要预约。动动嘴皮的确很简单，可是叶雅雅凭什么认为我就该为她动动嘴皮呢？我冷着眼看着她，叶雅雅突然就哭了起来。小吴，我是真的没想到，自从你家有钱后，你整个人都变了。我们之间仿佛没了之前那样亲密美好的时光。不可否认，这句话让我的心升起一股子感慨。是啊，我们之间再也回不到分享一条辣条都觉得是美好的时光了。我闭上眼，叶雅雅，不是我变了，是你变了，又或者是我从未真正认清他。那一天，叶雅雅像是要跟我证明什么，一股脑自己跑到了大堂经理那定下吃食套餐，价格不菲，但也终于堵住了同学们的诧异。她再度像是一个骄傲的白富美，招呼所有人玩得开心，隔着人群遥遥望我一眼，仿佛在挑衅。你以为只有你家有钱吗？我觉得叶雅雅疯了，维持一个假象的人设，不计后果，只图一时的畅快。我将给她准备的生日礼物递给她，叶雅雅当着所有人的面拆开了礼物盒，是包辣条。她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四周的同学也扑哧地笑着，要么觉得我送的礼物寒酸，要么觉得我是故意送叶雅雅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当生日礼物。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在跟她告别，跟最初时分享过我辣条的叶雅雅告别。祝你生日快乐！在一片议论纷纷的笑声中，我轻声与叶雅雅说道。叶雅雅当着我的面将辣条丢在地上，狠狠地碾碎。这一刻，象征着我们的友谊也彻底破碎。她冷着脸，指着门口冲我说：林吴，你滚！我说：别急，我的礼物还没送完。我将叶雅雅的父母接到了城里。其实我的计划并没有那么恶毒，只是这对年迈的夫妻一直在苦苦哀求，说要来城里看一看叶雅雅，但是他又不许，所以希望作为好朋友的我个帮忙。然后我就顺水推舟，给他们网订了车票，又请人帮忙带过来了。叶雅雅的母亲在一看到眼前这个华丽的生日宴后，直接一巴掌拍向了他。造孽啊！我说，最近你怎么要的钱越来越多了？感情你在外面这么混？叶母哭天喊地，在听到有人说这里包厅费用最低10万时，整个人都呛亮往后倒了去。我跟叶父及时扶住，这才避免他摔伤。叶雅雅此刻整个人都懵了，瞳孔慌乱又惊恐，脸色比纸还白。四周的同学也震惊极了，一会看看叶雅雅，一会又看看面前这对衣着简朴的夫妻，懵了。雅雅，他们是你父母给你买大平层的吧？送你香奈儿项链的吗？叶雅雅的母亲是摆摊卖臭豆腐的，身上总是带着一股子霉味，而叶父在工地搬砖，整个人晒得黝黑。他们两人一看就不像是什么有钱的富豪，
望着同学们眼底的鄙夷跟嫌弃，叶雅雅像是疯了一样，又哭又喊：“不是，他们不是我父母，他们是林吴的。我爸叫林建豪，我们家是富商，这个酒店就是我叔叔开的，我不认识他们，我不认识他们。”叶雅雅疯了，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一个人的嫉妒心会这样强烈，强烈到恨不得跟你身份对调。在叶雅雅嘶吼着说自己的爸叫林建豪时，我就惊觉他的精神真的不正常了。叶家父母给叶雅雅办了休学手续，准备带她去治疗精神了。她休学的那天，特意拦在了我的面前，眼神里满是恨意。林吴，你真狠！早知如此，当年我就不会分享你那根辣条，跟你做朋友。你这种人就不配有好朋友。面对叶雅雅愤怒的指责，我始终很平静，平静地看着她声嘶力竭，平静地看着她像是疯子一样被父母狼狈地拽离学校，平静地看着四周的同学对她指指点点，议论不休。这是叶雅雅为自己的虚荣心而付出的代价。大学毕业后，我已经跟富豪家庭彻底融入，也许是温暖的大家庭改变了我，我与从前焕然一新，性格开朗了不少，也真心交到了几个好朋友。更重要的是，我有了个感情稳定的男友，男友大我几岁，我们是在一家咖啡厅认识的，很快彼此吸引，确定下关系。巧的是，咱们两家还是世交，对于这段恋情，两家都保持支持跟赞同，日子仿佛都在奔着美好的方向发展。男友最近在谈一个项目，巧的是要去我曾经生活的县城考察。哦，对了，我已经彻底从那搬出来了，我爹也被逼着培训做起了管事，按他的口吻说就是别人这把年纪里都是得过且过，怎么到他这还需要从头学起？不过对于爷爷的这个安排，我举双手双脚赞成。老爹自从忙碌后，缅怀妈妈的悲伤情况的确少了很多。言归正传，男友决定带我一块去。我刚毕业，索性没事，就跟着他去了。时隔多年，我没想到我还会再次碰到叶雅雅。从她办理休学手续后，叶雅雅3个字仿佛就彻底从我的人生中消息了。可毕业后，我们再次相遇了。她没有以前那么漂亮了，白皙娇嫩的皮肤变得蜡黄，人也消瘦得厉害。此刻，她正在水池旁，用那双枯竭般的手卖力地搓洗着衣服。我注意到她的小腹竟微微隆起，显然是孕期中。似察觉到了我的视线，她抬头朝我看来，那双仿佛苍老了数十岁的眼眸里闪过片刻的难堪与愤怒，然后下一秒又难堪羞愤地进屋去了。吴丫头。这时有人在我身后诧异地认出我来，显得很欣喜。没想到又见到你了，当时你跟叶家那丫头最有出息了，考了那么好的大学。当年我跟叶雅雅双双考进名牌大学，一度成为县城里的佳话。但现在很显然，佳话里少了叶雅雅。听说叶雅雅回来后没多久就嫁人了，对方是个大她10来岁的海归。当时回来时很是高调，扬言自己在国外开了多少家店，月收入多少多少。这次回国就是想找个老婆，解决人生大事。叶雅雅对父已然有了病态的执念，听到这事后不顾父母的阻拦，学都不上了，跑去跟这个富豪睡了。很快他们就结婚了。可婚后，叶雅雅才发现所有的经济现象都是假的。那个男人是在国外亏了不少钱回来的，娶了老婆后原形毕露，逼着叶雅雅给自己生孩子。叶雅雅想过逃，可男人有家暴倾向，她逃一次就抓回来打一次，日子久了，她也就不敢逃了。
认命地留在家里给男人生娃了。听完这段经历，我略感唏嘘。叶雅雅本应该名牌大学毕业，有个很好的前程，未来的日子一片光明。可她的虚荣与嫉妒，生生断送了自己的一辈子。男友问我为何满脸无奈与感慨，我便将这件事讲给他听。他听完了，只是抱着我说：“早知道一根辣条就能收买你这么多年，我就应该早点出现，给你一颗糖。”我问他为何是颗糖，他笑说：“这样我就能甜甜跟着他一辈子，而不是为了虚假不值得的友情，浪费自己的真情。每个人都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但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权利。小吴，你的亲生家庭条件的确比一般人优越，但现在优秀的你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就像叶雅雅这样漫无目的的后半生，也是她自己做出来的。所以人呀，就该脚踏实地，走好自己的每一步，不要羡慕他人所拥有的。只要努力，你也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人生。千万不要因为嫉妒他人步入歧途，最终害的也只能是自己。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